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讨论的是国际议题。那今天看到这一则讯息的时候，一文也是蛮惊讶，就是以色列又在发动攻击了。这一次是攻击哪里呢？是攻击也门的首都。好，我们带大家来看这画面哦，蛮惊悚的哦。这是以色列国防军24号轰炸也门首都沙那，造成了6人丧生，86人受伤。那报复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22号发射了飞弹攻击以色列哦。那同时也是加萨战争又一次的外溢，你可以看到这个火势相当的惊人，黑烟整个是窜到天空上哦。好，那以色列空袭也门首都，还有一个地方也被炸，就是总统府哦。好，这目标除了包含是2座发电厂及燃料储存基地，并称其用于军事活动重要电力的供应设施之外，同时还打击总统府所在的军事基地。好，那当然，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做呢？也要看到前面的状况，也就是也门首都对以色列有发射多弹头的飞弹哦，那以军就轰炸了沙那来进行报复，所以这是一个报复来报复去的战争。好，那也门胡塞组织也发射了这个多弹头的弹道导弹哦，凸显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弹道飞弹技术持续的扩散，一旦有极端组织能获得核武，也可能会有相对应的弹道飞弹技术来加以发射。好，那这计划是全面性的占领，以色列现在加大这对加萨的攻击力度哦，过去在24小时之内，只有这个24小时之内，以军袭击已经造成了是64人死亡，还有近300人受伤。那自去年10月战争爆发以来哦，累积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2000多人，另外还有超过157000人受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伤亡。好，那以色列也获得了这个川普的全力支持哦，所以要求速战速决加萨问题。以色列可以这么短下哦，真的跟川普有很大的关系哦。现在看起来哦，这个以色列纳坦雅胡哦，川普也根本管不住。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跟战略事务长呢是美国总统说哦，美国总统川普对以色列在加萨地带的军事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而且要求以方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加萨城的攻击。好，那川普现在哦，其实他不是自己说哦，解决了6场还7场战争吗？真的有解决吗？看起来没有哦，因为这个是管不住，另外一个是拦不住，拦不住谁呢？普京。好，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哦，我们不是说他在月底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泽伦斯基跟普京的见面吗？这个川普说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哦，恐怕会有一个僵局。好，乌克兰独立纪念日，川普的特使凯洛格除了出席当地的相关庆祝活动，其实也预计要跟泽伦斯基来会面。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现在几乎都只跟泽伦斯基有见面，跟这个接触，只能跟泽伦斯基下手啊，因为普京根本没在理他，是不是在贴普京的冷屁股？好，美国的国防部哦秘密限制了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能力哦。那美国媒体报说至少有1次，那这是五角大厦近月来多次的阻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那像是这个 ATACMS 这个射程有300公里，那就被认为说这个是跟川普政府寻求推动俄乌和谈的一个战略有很大的相关。那普京这边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完全没敷衍川普吗？这反是说俄罗斯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哦。那也看到说有暗讽泽伦斯基没有实权，所以俄罗斯的外长是打脸川普，说乌俄的元首并没有安排见面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说面对泽伦斯基而言这是另外一个机会上台，那他们认为不认为这件事情有用，所以是不是川普在贴冷屁股呢？那我们再看到川普搞内乱，中国这边也做了不同的事情。我们先看到美国内部现在川普威胁说我要向巴尔的摩来派兵哦，那现在他是要向这个马里兰州的州长的这个部分来进行一些这个派遣军队。那马里兰州的州长也是他是民主党的，那他的冲突当然2个人就有持续升温。那现在他说要邀请川普来这个城市体验所谓的安全散步。那也看到美国确实有民调上面显示，有越来越多人是不支持川普的，说只有40%的美国成年人对他的表现
是有强烈的支持。那是美国搞内乱，但中国大陆恐怕还在秀他们的武器肌肉。我们看到93阅兵最后的彩排，惊现这陆版的海马式，射程是600公里，涵盖全台耶。那很多人看到就这个武器非常的厉害就一直在说哇，希望赶快看到公开亮相的机会。那另外，中国的93阅兵加紧在彩排，那像是有一些新型的战机也将首次亮相，像是这个什么涡扇20引擎的歼20S 战机以及运20B 的运输机等先进战机会进一步的扩大空中空军的一个编队展示规模。好，所以现在在国际上面哇也很乱，尤其以色列这边又加大攻击了。我们首先问亮哥，这个以色列等于是帮美国出气了。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这种打法是没有用的啦。因为胡塞武装，你真的要把它摧毁，你一定要登陆了。而且美国估计过，至少要派5万人，因为它那个地方丘陵地形很复杂所以你一定要真的登陆，才能够真正把它打下来。不然他们还是很多人会躲在各种地形它虽然没有阿富汗那么极端可是很容易躲藏就是了那以前胡塞武装跟阿拉伯、美国对打了好几年也没辙所以我跟你讲以色列就准备被胡塞武装做更多的轰炸吧你如果这样动手，胡塞武装绝对不会对你客气的啦那另外就是这个加沙以色列事实上9月中要进行一个地狱之火的总攻击他已经宣布了，那大概要动员超过大概6万的士兵然后已经要求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100万人要全部撤走。所以我讲白了，以色列根本的计划就是要占领嘛，他就是要清空嘛，只是他不是用种族清洗啦，他要叫你离开啦。所以他就事先预告。那坦白讲，这个想法跟川普是一样的，就是以色列根本就没有要撤出加沙的这个打算没有，他就是要永久占领跟以前叙利亚那个戈兰高地是完全一样的那他目前的作为就是9月中在最后大打一次所以表面上讲什么为了救人质，那是骗人的啦。你这样打人质就死定了嘛。对人质大概还有100多个嘛。所以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为了救人质，他是要驱逐哈马斯，就是反正人口减少越少越好啦。我讲的是巴勒斯坦人所以几乎可以笃定会有更大一波的人道危机啦。因为很多人是走不了，不是不走，很多都是老年人跟小孩嘛，你怎么走？那以色列的方案跟川普也都一样，川普针对那个非法移民，不是有载飞机直接把你载到非洲吗？对，以色列也是一样，然后就直接配合美国把你载到非洲那有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同意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一个人间大悲剧了那可是呢，没有人有这样的军力可以介入，然后他也阻止了记者的进入，所以我们也不会看到现场的画面。哇，真的是非常的悲剧战争无情人民最辛苦。赖老师，我们也怕战争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努力的，都希望说两岸之间能和平而且不要说因为被美国人利用或是被日本人利用，就要去挑起两岸之间的战火，这个真的是不应该要以苍生为念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也门这个胡塞组织，它非常巧妙的，它用远距离的攻击，而且它现在宣布都是超音速的导弹。那也门的科技能力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提升到自制的超音速导弹？所以我想大家都已经应该知道，这个背后是有人在支持支撑的情形下，但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也门强调了它是超音速导弹直接攻击到以色列，所以现在不是从这个黎巴嫩，也不是从伊朗去攻击以色列，而是从也门这边来攻击以色列。
那由于也门离以色列很远，那当然也门的这个攻击不可能改变以色列的现状，也不可能把以色列整个摧毁，但是它确实让以色列感觉到很大的困扰，因为它的国境都不再安全，也就是动不动就一枚导弹就落下来了，然后它就不断的在拦，有些拦的成功，有些拦的失败。那这个以色列的民众会对他们的政府很有意见。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对于也门的攻击也只能够是报复性的攻击，他也不能改变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的现状。为什么？因为距离太远了，如果不把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你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又不敢投进去，这个战争就打得没完没了。而这么远距离的战争，美国做不到，以色列做不到，所以就永远没有办法，也就是对也门的胡塞组织就束手无策了。而美国跟这个胡塞组织又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美国不介入对于也门的胡塞组织的攻击，胡塞就不会去打这个美国的船。所以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不能够帮以色列来打这个胡塞组织，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使美国的船舶能够走在红海，不会受到攻击。那就这个时候就只能靠以色列自己的力量了。以色列又没办法做到，所以您看到的都只能够报复性的攻击，就没完没了。对，就没完没了，一直下去，一来一回，那永远解决不了这问题。英国也不能帮了，美国也不能帮了，你就靠着以色列。所以我觉得又开了另外一条特殊的战场，就是现在伊朗跟以色列不能打，但是伊朗还有中东卡达等这些富豪，他们可以支持胡塞组织，胡塞组织就越打越猛，越打越猛，它的经费就越来越多，武器弹药就越来越多，所以胡塞就越来越壮大。那也就是说，以战养战就形成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果，但我想以色列当初也是始料未及，把也门的胡塞养大了，而且养成在中东地区最有威望的一个游击部队。这个是你美国、以色列你们的脑袋想到的一个结果吗？好，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外部的蝴蝶效应嘛，慢慢形成的一个悲剧。好，岳老师，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美国了啊！这个美国已经强大的武力的话呢，要强大的支持以色列，所以产生了这种现象。这个所有的消息呢，我再强调一下，以色列太嚣张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也门跟胡塞根本是两码事啊。胡塞叫叛乱武装啊，是7年的呀，对不对？那居然炸到也门的首都去了，总统府都炸了。以色列真的太嚣张了。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话呢，人质都不管了。原来的话来装模作样的，说要保护人质，都出来多少？现在假设他们都已经死光了啊，人乱杀，杀了6万多人。大家不要光看这个数字啊，数字是冰冷的，里面死的妇女跟儿童，这不超过60%以上啊，这还得了啊，对不对？大家都做父母的啊。那另外的话呢，讲到这个整个这个川普跟普丁啊，川普他们这个25号在这个阿拉斯加会面的时候啊，那讲了一个情况啊，是说呢，大家看得非常的难过，尤其是我在欧洲住了那么久啊，这欧洲领袖全部跑去被川普一字排开叫起来，基本上跟训话一顿啊，已经够侮辱了。他居然讲到一半，他跑出去跟普丁打电话，打了40分钟啊，那这个真的是超级侮辱的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个川普基本上的话呢，他的认知中，其实大家请要记住啊，这个范斯中间讲了一句话啊，川普基本上就是认知叫范斯来当这个传声筒。他说什么？哎呀，他说，哎呀，我们过去啊，俄罗斯做出重大的让步，那完蛋了。我跟你讲啊，这接下来的戏码就是美国要逼的这个乌克兰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个消息啊，乌克兰在战前只有4400万人啊，现在跑掉了3000万人，剩下1200多万人，这个实在是太惨了，3200万人跑掉了啊，整个国家国不成国啊，然后呢家不成家，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川普现在也非常麻烦。原来是搞到洛杉矶，后来又搞到华盛顿 DC， 现在又要搞这个巴尔的摩，要搞芝加哥，又要搞纽约，而且动不动开口就是派国民兵啊！美国是什么回事啦？啊，美国真的很混乱吗？啊，我们有很多人的话呢，都有亲戚朋友住在美国啊。普遍上来讲的话呢，美国这边的问题没有到这种地步。那川普为什么要制造这种美国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派部队？大家要了解啊，你派部队到海外去都是件大事，你派部队到自己的国内，这个还得了的事情？那大家要记清楚一件事情，因为川普本身的话呢，就要跟大家制造这种感觉，就是美国内部当中啊，有民主党所领导的州的话，所发生的问题的话，都是刻不容缓。
啊，这个是美国的耻辱，他自己说过，他觉得很丢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一方面要解决外国的战争的问题，另外的话呢，还要在国内发动战争。另外，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委内瑞拉啊，这个马杜罗他自己也要准备派兵去攻击了啊。所以川普本身还好意思讲要争取诺贝尔的和平奖，他自己是一切世界战争的乱源呐。真的，我刚刚第一个想到也是乱，美国内部乱，国际政治乱，台湾内部也有点乱。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吧？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印度，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最近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糟，但是跟中国的关系这个三角关系相当的巧妙。好，我们先看到因为川普不是把关税拉高了吗？好，所以现在在印度这边的民众可以看到他们拿着的是大大的人偶，这个人偶有没有看起来像谁？哇，是川普啦。好，那这个川普的人偶巨型肖像其实还有一点印度风所以大家还有人是揶揄说，其实做起来也没有特别的不好看嘛，对不对？但是他其实是要抗议这个川普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他们高呼口号举着那些试图用关税恐吓我们的人，要用印度的实力让他们哭泣等标语我们这是带大家来看印度的最新的状况。好，但是现在美国对印度的商品加关税，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也强硬的表态硬起来了。他说：“爱买不买，生意不想做就别做，没人强迫你。”好，确实我们也看到他有讲了更多的话，我们来听一下。If you have a problem buying oil from India, oil or refined products, don't buy it. Nobody forced you to buy it. I mean, but Europe buys, America buys. So you don't like it, don't buy it. 好，也算蛮有 guts 的这个在台湾可能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他说这些贸易的谈判都还在进行但这些红线必须要遵守，才能捍卫印度像是农民跟小型生产者的利益。好，不过我们也看到印度外交部长也说，中印的关系发展跟美国是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是因为美国现在的高关税，所以让他们推向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但他反驳了这样的说法，他说最近的外交的接触是由美国贸易行动推动的猜测那他说将印中关系的发展视为对印美关系变化的直接反应。他说这类看法是一种错误的分析，这是苏杰生所说的。好，当然他要反驳啦，不过大家的这个意味猜测意味当然嗅的味道也比较浓厚。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又有新的细节了，这是小包裹免税8月29号到期所以现在很多国家说好吧，那既然接下来没有免税的话，我就暂停寄到美国了。好，这是川普政府在5月终止了中国的最低免税额门槛，所以800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就得申请纳税关税。那7月30号行政命令更是决定从8月29号开始要适用范围到所有的国家。哇，大家现在觉得这个要寄到美国相当不方便，干脆就不寄了。那美联社则是说，德国、丹麦、瑞典、意大利的邮政服务，他们也都说了立即停止向美国运送大部分的商品那法国、奥地利则是从25号开始效法。那英国的皇家邮政则是从26号起暂停，所以大家都陆续的不要再寄到美国，因为会被课到关税。那也预告说，从英国寄发价值超过100元的物品将被征收10%的关税。那欧洲的邮政就抱怨说你们这个小包裹收费的标准的时间太短了吧，让我们准备不及呀。那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说，有一些关键的问题跟流程，像是关税征收或者是待收集的数据，如何跟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来合作。他说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界定，那部分的技术细节直到8月15号才公布，所以准备的时间相当的短。那我们再看到欧洲、亚洲的邮政服务也是要阻止美国的交付，因为除了刚刚讲到的欧洲以外，新加坡跟泰国等亚洲国家也说了，他们的国家也将暂停货运，直到对新规定了解清楚。
好，这一个规定哦，真的是把全世界都弄翻了。其实原本寄到美国也不是太难的事情，现在哦，大家变成不敢寄，这是好事吗？好，川普真的有赢关税吗？我们看到关税10年哦，说可以帮美国赤减4兆元。川普说，你看我讲的是对吧？好，这美国国会预算处说，川普的关税政策未来10年将会让美国赤字减少4兆元哦，说有助缓解外界对其这个减税法案使公共财政恶化的忧虑。所以川普就说，你看我是将以超乎预期、前所未有的数字来缩减预算，这把它当成一个政绩啦。但每次川普讲的话，我们都要打个5折哦，因为像你看说要结束战争，但是也没有嘛。好，我们看到关税战总体检哦，美国的关税现在渗入物价，就变相的劫富济贫哦，这造成了物价上涨哦，然后呢，对美国的整体效应有如劫富济贫。那 FED 现在劫贫济富，我刚才讲错了，有这个耳机通知我说劫贫济富。好，那 Fed 现在也降息了，川普也开心不起来，鲍尔罕见的警告一言道破了经济的痛点。那川普数月以来积极的施压这个 Fed 将利率降至到1%，那市场对此期待过高，那实际上短期之内回到这个水准几乎是不可能。那房市目前30年期的房贷利率也将近6.7%，房价维持高点，购屋的压力沉重，再加上就业市场已经现出了这个疲态。不过我们看到鲍尔最新也有这个表现出现在有降息的味道，说政策空间有限，通膨风险跟就业市场转弱皆不容忽视，所以美国劳动市场供需都必须同步放软，呈现一个奇特的平衡。不过他的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大家现在这个美股往上冲，台股也是往上冲的局面。好，不过我们看到这印度跟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确实相当的微妙。亮哥，印度卖给美国大概只有800多亿啦，也不是很大啦，也不是很大哦。那因为美国是25加25吧。因为他购买俄罗斯的油加了25否则他原来的关税25也不是很高啦因为他并没有半导体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暂时的现象啦。就是川普如果跟俄罗斯、乌克兰有进展，那你怎么还能够阻止别人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呢？所以那个时候自然就会降下来了。那印度本来就演戏大王啊，所以你也不用看太重啊，随时就会转回去了因为美国最后还是会跟印度和好的啦，你不要高估他啦这个印度他幻想中的假想敌一定是中国啦，这永远不会改变的啦那我觉得目前川普的关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国会预算处这个人是不是经济学的知识是不是0分啊？因为一年，那就是一年，他估计关税收入是4000亿嘛，那10年就是4兆嘛。对，哪有人这样算的？今年美国国债就增加3兆，明年也是增加3兆，你怎么不去算啊？这个不知道他的幕僚从100个研究报告里面，终于找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赶快拿给川普看。全美国没有人做这种研究报告而且美国最近显然贸易量在减少，7月数字已经出来了，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27%，连日本本来预期是降低2.1%，结果是降低了2.6%。所以我跟你讲，美国贸易量会减少啦。美国现在的平均关税是18%，中国大陆的平均关税只有9%差很多那你去想一想嘛，那我为什么要做美国的生意？我干嘛那么麻烦？所以有很多国家本来出口到美国的量一定会减少。所以我跟你讲，你到了今年年底，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对全世界的贸易在下降。然后它国内的物价在上涨，这种经济会好个屁啊！不知道说给谁听啊
国际货币基金估计今年美国的经济成长只有 1.6%， 去年是 2.8%。你川普好棒棒，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认为你今年只有 1.6%， 明年 1.4%， 人家都帮你估了，那川普怎么不去引用国际货币基金呢？我觉得这好笑了。连鲍尔为什么要去说，哎呀，劳动市场需要顾及啊？这表示你的经济变差嘛。所以为什么9月要降息？降息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我说啊，碰到这种总统，那美国你就自己去承受了。好，确实现在美国蛮乱的。不过像是鲍尔这件事情他跟这个川普之间的对杠也是相当的频繁哦。那现在他终于有这个降息的讯号，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9月的状况是如何。好，我们现在问岳老师。我跟你讲哈，有关于鲍尔的话呢，在这个 Jackson Hole 哈，这个非常重要的，大概是美国每年度最重要的财经会议当中，他讲了6点呢。其中的话呢，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 Jackson Hole 里面表达这个对于美国的降息的态度啊。那么他意思就是说，他准备走人了。有人就开始在讲，说9月份会不会降息啊？那么降息的主要理由的话呢，就是因为呢，美国明显的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然后呢，他讲了几件事情，他分成6点呢，大部分都是矛盾的。不过我记得当中最重要的有2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这个鲍威尔啊，他基本上会说是美国会有通货膨胀问题，但他讲了，他说美国的通货膨胀是一次性的，他认为这个关税就是一次性的啊。这个讲起来的话，我觉得他是1年性的了啊。他这个讲法的话，就让人家听起来很矛盾。另外他讲的话呢，有个真正的矛盾是说，美国的就业率会上升。但是的话呢，薪水啊也会跟着上升，所以会导致他们的通货膨胀会上升。这什么原因呢？就它最主要原因是在讲，川普本身在禁止所有的非法工人进入加州跟这个德州啊什么这些情况下，使得大家可以了解到，那非法工人的干的事情基本上是美国高贵的劳工不愿意干的事情。那现在这些人赶走的话呢，这些劳工非下场来干，但是要让高贵的劳工干的话呢，那薪水一定要涨。所以说这个都是反映在这个经济上的数据是成为这个现象，所以说呢，这个鲍威尔的讲法呢，其实也说句良心话，这个联储会实在是被这个川普逼到没有办法，都变成老狐狸了。原来他们本身是一个专业人士嘛，但是变成老狐狸，就是说啊，9月份要降息，哇，那美国一听到不得了，哇，就跟着都乱涨，除了美元跌以外，大部分人啊，所有的都这个股市啊都好的不得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可以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原来美国的经济啊或者财经最伟大之处是自由啊，没有人受干预的，完全是专业判断。那现在的话呢，里面牵涉到了很多人为的判断，导致大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对于美国常常提供了非常多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都搞不清楚，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好，问题蛮多的哦，所以现在很多人也觉得美国它在角力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更大的危机就在后面等着？赖老师。对，您刚提到了，也就是说有个报告认为说，他们的关税10年以后会帮助美国减赤4兆美元啊。上半年才多收1000多亿美元，那如果你要减4兆，平均下来每一年要4000多亿美元，这个做不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郑亮已经有说了，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额在下降，出口在下降，日本也在下降，日本的汽车已经少了10%了。丰田他们都少了嘛，所以等于是欧洲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在下降。下降的情形下，当然你的关税还是高的话，你的关税的收入还是会增加，可是不会他预想的那么的多。但是问题就在于，都在下降的时候，它的营业所得税也会下降，这个是很容易推理出来的。对，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在萎缩嘛。那它在萎缩的情形下的时候，它本身都在缩的情形，那你怎么可能？你一个营业所得税在减少，然后你这边在增大的时候，那你不能够看这个绝对值，你还要看另外一个相对值。还有一个包裹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就停止寄包裹？这个包裹80%是企业的包裹，不是个人的包裹。很多人刚开始都以为说，哎呀，这个小型包裹应该都是个人的，不对，是企业收的包裹。好，那它一停的话，那等于是美国的中小企业就出问题了。中小企业出问题，如果它营运有困难，它到最后倒闭解散，那国内的经济就业机会
就业情况、营收就各方面都减少。所以我觉得美国还要乱多久，没有人知道。那个也可能他发现出问题了，他可能就中断停止，说恢复过去的，大家又恢复，那就已经被他折腾了几个月，大家都不会知道美国人还要把自己也要把别人折腾多久，但是已经开始折腾了，大家都已经看得明白。另外，印度的问题是这样子，印度对美国的税确实是贸易障碍，它的税确实高。所以美国埋怨反弹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印度买石油，好，它确实是向俄罗斯买很便宜的石油，简单提炼以后又以低价卖给美国跟欧洲，所以美国才会买嘛，欧洲才会买嘛。但问题是在于，你今天你断了，你说你印度不准跟俄国做生意，不准跟他进，那印度如果真的做到了，问题就在于，印度跟俄国的关系就改变了，俄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力跟俄乌战争也会改变。可是，你今天莫迪他推动的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个力道能走多远，我是怀疑啊。因为9月份莫迪就要到美国去了，如果莫迪是真的下的决心就跟你硬杠到底，他就不需要跑去美国，那他还要跑去美国，那这个就是玩两手嘛。观众朋友您好，带您追查事件的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元老师。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该回归大家的日常了吧？好，不过网络上现在莱尔校长现在又有二创影片，这次莱尔校长唱校歌了。好，我们赶快来听一下。莱尔，莱尔，我等齐声颂唱，高斗争浪，彼岸真相却着光。合作是双精英财宝堆满房，校长，校长，路生命气颂扬。好，刚刚苑老师说，唱得蛮好的，但我以为是赖总统的声音来唱，对，可以再更改进啊。不过看到说金银财宝堆满房所以大家又想到一个梗这个梗跟大家的生活又更贴近。好，我们看到这个图，哇，莱尔富。好，莱尔很有钱的意思，然后甚至大家还额外的在做延伸说停电多莱尔富，核电停莱尔富，教育衰莱尔富，医护累莱尔富，交通糟莱尔富，房价贵莱尔富，然后说大家欠莱尔什么啊？好，但是这个莱尔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个便利商店，很熟悉的名字这个恐怕便利商店也不敢拿这个来做一些揶揄啦。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年轻党工看赖总统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非常喜欢像民进党在2025年726、823罢免跟公投之中灰头土脸，特殊的是一向被视为 LKK 的国民党连续几波的这个讽刺总统的执政，以莱尔校长为主题的南方公园影片，不是在网络上面引发年轻人广传吗？就现在很多民进党党工是比较说还是比较想念蔡总统啦，对于当今圣上不买单，说不是所有的支持蔡总统的都是喜欢赖清德，赖清德忘了自己不是蔡总统。有人认为赖清德看起来就是老绿男。好，这是蛮多民进党党工甚至是支持民进党年轻人对赖清德的感受，这确实凸显了赖清德在年轻人上面的危机啦。那说现在得到817万票，当初蔡总统的这个支持度在第2任有这么多的支持，那很多人是因为喜欢蔡英文才支持民进党，但是赖清德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却表现得自我感觉良好，
身边的人也只讲好话，永远都是在野党中共的错，说他表现的就像是大家最讨厌的老绿男。好，你说赖清德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蔡英文，所以有一些额外的外溢效应吗？我倒不觉得，我觉得赖清德自己心里了然于心哦。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824礼拜天这天，跟蔡总统在他的官邸见面。我们看到这张图，这是蔡英文、还有赖清德以及萧美琴3巨头在官邸会面。好，那跟他们是交换政局意见。这张图是由蔡总统的脸书所发出的哦，大家笑得很开心。好，但是很多人说还笑得出来吗？因为选得这么差，然后现在大家仇恨值这么高，所以很多人帮他们做了 OS 解读。那说蔡英文内心可能想，哈哈哈，顺风牌被你打逆风，现在愿意低头来找我了吧？想要利用我继续吃民进党老本，当我不知道吗？好，赖这边OS 是哈哈哈，老子皇帝梦还没结束，一时低头不代表我做的比你烂，不用嚣张太久。好，萧美琴则是哈哈哈，跟到一个烂组织。英姐当初就跟你说，别推我出去跟草包搭了，我真后悔啊。好，这是网友给的一些揶揄的话语哦，这是他们心里的 OS， 不代表本台立场哦。好，我们看到有人就说了，感觉英系要安插人了，不然派系也不帮赖。有人也说幕僚丢了这张也是很失格，惨败至少要表现出检讨的样子吧，还笑得出来。好，那我们看到大罢免遭蓝营完封，现在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湾安保协会、卧草、台湾民主实验室等数个民间团体，为了应对大罢免时代对于台派之间的影响，所以在27号就要举办一个你以为知道却不知道境外假消息供应链的讲座。那要聚焦的是境外假消息供应链对本土政权的影响。好，他们说中国因为长期的介入台湾舆论，透过各种的假讯息攻击个人跟政党，从制造负面印象啊、形塑偏见，到直接介入台湾选举的舆论上面来操作。所以他说，中共可能会用这种假讯息来影响台湾。好，那确实大家就说，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共最终是不会得逞的，取决于我们台湾全体人民有没有警觉。那反共护台不是口号，是攸关台湾命运的重要觉醒，所以拜托大家醒醒吧。好，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还是讲说，这反对共产党，拒绝亲共蓝白政权呢，是说要守护这个台湾嘛。当初823说要罢免亲共的，然后呢，还有人说，到底什么样人会觉得反共护台？反共你台湾就消失了，还护？那现在都已经825了，所以很多人就说，现在我们来看看你说的中共同路人，那现在有人器官被中共摘了吗？有人子女被中共抓走了吗？解放军登陆基隆港了没有？这时候还在说这个反共渗透，大家就讲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现在就应该备战了吧，对不对？因为726、823都结束了。好，那我们看到史书华也说，这个公投的部分花了11亿嘛，他现在就拿这个论点来说，可以买好多的营养午餐哦，然后说为什么要浪费11亿来制造闹剧呢？很多的民进党还有绿盟的人都是这样说的，甚至我们也看到核3公投没过，浪费11亿。那这个黄国昌就被骂了嘛，不过他现在反击说，民进党这件事情才叫做浪费，也就是发动大二罢，然后25-0，那又7-0，一事无成，才是真正的浪费公帑。好，我们看到莱尔宇宙真的大爆炸了吗？我们赖清德到底敢得罪这些人吗？曹兴诚、还有王义川以及李正皓这些人在这一次的这个罢免还有公投上面，可能都有一些分量啦，所以很多人说大爆炸了没？实在在等着看哦。亮哥，那个绿盟跟许淑华他们可能搞错了。这次那个核3研议虽然是430几万人投票啊，你看赖清德的声明，赖清德他是讲尊重公投结果，不排除先进核能啊。我跟你讲，他现在已经交办了。原能会安全6步骤之后，他就要重启核能了啦。所以他们完全误读了赖清德的意思啊。为什么赖清德会改变？不是因为公投啦，这个叫顺水推舟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啦，讲白了啦。没错，他要去顺应川普的压力啦，所以就顺水推舟啦。我跟你讲，他昨天不是去见蔡英文。
搞不好是跟蔡英文讲说，非核家园我们没有办法了。是蔡英文去见他，人家是到总统官邸。好啦，随便啦，反正他大概是跟他讲说，非核家园我们搞不下去了啦，因为川普反对了。因为你要建新的案啊，你也不可能说2028年再来建新案，不可能啊，因为我们说那个 SMR 可能要2028、2030才会成熟嘛，可是你一定要建案啊，不然大家等着看吧。你去看民进党会不会继续讲非核家园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用，有用啊。那赖清德现在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的人的不满？包括风传媒这篇文章啊，很多年轻党工都搞不好现在党中央正在清查到底是谁讲的啊。我简单讲啊，我觉得因为民进党的年轻人，我以前也接触过了，他们就是觉得你应该要诚实吧，你要面对事情的真相嘛。你来看这次726到823，主要的是哪些人在做嘛？我们随便讲啊，柯建铭，你认为柯建铭是他自己搞的吗？当然不是啊。柯建铭就说我是跟赖清德一起搞的还有卓荣泰啊，对嘛？然后好，你再看曹兴诚，曹兴诚是总统府的首席顾问沈伯洋是不分区蓝一第1名都跟你赖清德有关啊。然后你事后好像都跟你没有关系，这个人家看不下去了，你知道我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次真正的还有比如说青鸟去包围立法院，请问是谁下令的？不就是你吗？不就赖清德？他说立法院不要太过分哦，不然我就叫青鸟飞出来，这不就是你讲的？然后青鸟那天不是去包围，有些人忍不住本来要冲嘛，是谁打电话来制止的？就是潘孟安啊，帮大家回忆一下历史好不好？从头到尾。就是你赖清德主导的嘛，大罢免，从726到823，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没有担当的领导人，到现在一副好像，这跟我没有关系啊，然后823 32-0确定了，他上面第一句话讲什么？感谢罢团，我觉得真的是很丢脸。我讲白了，我在外面看，你看在里面讲的也都一样啊。就明明就是你搞的嘛，这么不负责任，这么没有担当，碰到自己做错，现在党中央连个检讨小组都没有，林右昌怎么下台的也不做解释，什么东西啊？有这种政治啊？哇，就生气呢哦。好，很多这个民进党内的人嘛是加你要生气。好，赖老师，我看到结果是蛮爽的因为这个周6开票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看出胜负已定了。是，所以当我出去吃饭，很多这个饭友都不认识的，但是看到以后大家都会点个头，都觉得很棒。去到垃圾的时候晚上，然后这一片祥和，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愉悦所以可以感受到70%以上的广大的台湾的民众对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的。这代表什么？就是一个字，爽。就看到赖清德败得这么惨，内心里面都觉得好爽。那我们都记得这个一罢大败的时候，民进党大败的时候，赖清德不是在党中央开会吗？说2罢要全力总动员，要全力以赴，这是他开会下的决定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时候是公开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问嘛，像王世坚就跳出来说何必再搞下去对不对？赖清德的态度意志很坚定王世坚就被骂了。对王世坚被骂可是问题就是赖清德的态度跟意志好明白全力总动员，罢到底，所以一切都是赖清德主导的。那输得这么惨，而且是输得比第一次还要更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做法就很奇怪他说这个有很多人没有出来投票就我讲的是指的是这个核三重启的公投，他说很多人没有出来投票没有出来投票就代表反对票。哇，这个开周春米讲对这个开全世界的民主的理论的倒车，我们只算出来投票的，我们没有去算没有出来投票的。好，他可以把整个政治学理论颠倒到这个地步。
哇，让我们都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奇葩的这个民主政治啊，或者是奇葩的政治学啊。然后我就想起，民进党不是一直主张说要让世界看得见台湾，台湾要让世界看见，这是全世界都看见台湾的2个特点。民进党领导下的台湾有2个特点，第一个，仇恨充满全岛，也就是说，整个都是分裂、仇恨，然后愤怒，然后大家看到这个青鸟在街上骂人、攻击路人，然后在垃圾车的后面在那边攻击当地的社区的居民，反对这个罢免的人就在那边骂，然后看到这个打自己的父亲的耳光，然后看到把自己的父亲写上灵堂，父亲还健在，还要送去大体解剖。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违反伦常，而且欧美的媒体都在报道台湾的这一次全民大罢免充满了仇恨。第二个，欧美人为什么那么不支持民进党的罢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全世界整个欧洲、美国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选举输了不认账，要翻桌，然后要推动大罢免。那这样的话，以后的选举就没完没了了嘛。只要任何一个党选输了，他就推翻，说我要再举行罢免，无差别的推翻对方。大家都觉得简直匪夷所思。确实，全台湾看见了民主进步党不民主、不进步、落后的一个政党，带来仇恨的一个政党。我觉得这次赖清德要负完全责任了，不要把责任往外推了吧。好，仇恨这件事情哦，其实真的有蛮多家庭都存在，因为这几次的选举哦，韵老师，从726到823支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也觉得也蛮爽的，但是我有3大不爽啊，我觉得还蛮痛苦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才搞了1年多啊，大家觉得说大家都在强调他1年多啥事也没干，只搞了个大罢免，但是他接下来还有2年多啊。大家都是很痛苦啊，不知道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啊，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大家必须要注意啊。所以我们这个监督的力量要发挥啊。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现在的这个空间呢，台湾的空间的话呢，社会撕裂啊，经济停滞，政治混乱不说的话呢，整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格局是什么样子啊？对不对？大家讲说他面对的话呢，气候变迁啊，对不对？然后呢，关税的谈判呢？各方面的话，整个世界很多地方在打仗啊。然后赖清德这边的话呢，他只有2件事情啊，一个就是搞大罢免，另外一个是宣布对岸为境外敌对势力啊。这个话我重复起来，内心都非常胆战心惊啊。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呢，赖清德本身在执政的能力上啊，确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这台湾人悲情了400年，居然选出这样的团队来啊，这个是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你难道不知道吗？31-0啊，2次下来的结果。但是问题是，我要跟大家复盘一件事情啊。726之前的时候，柯建铭很得意的讲说，川普就是跟我们配合的，关税迟迟不公布，叫大家记住这件事情啊。但是的话呢，实际上的结果通通是挂零挂蛋。在这样子的判断能力之下的话呢，我要强调，这个台湾本身的处境会印度化。印度从5月7号打了空战以后被干掉600里以后的话呢，出现的结果的话就没有人受到尊重。那这个在美国这边打这个招牌的话呢，说如果说川普是跟民党这边配合的结果的话呢，那么现在出现这种结果，表示你一点执政的能力都没有，一点民意支持的基础都没有。你这样下去的话呢，还有2年多，我真的不晓得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赖清德最好自己考虑考虑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